用公积金去投资的话，如果操作不当，也可能面临亏损。是啊，根据公积金局他们提供的数据，从2016年到2024年底这段期间呢，大概就是有69万5千名的会员，他们有用 CPF 投资计划去投资，是不是听起来很多？对吗？感觉蛮多人的。但是其中的30%的人，他们得到的回报率其实是低于2.5%，甚至可能是亏损的。因为当然亏损，我们不喜欢亏损，但是如果你用公积金去投资，你至少也要高于2.5%，不然就变得不值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用公积金去投资的话，应该考虑哪些事项，还是乖乖的把它放在 CPF 户头就好了。理财有门道，投资有秘招。你好，我是朱敬和。Hello， 我是子慧。今天参与我们讨论的嘉宾是新盟理财的理财顾问总监高俊伟。俊伟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 CPF 去投资了，可是在2028年甚至是更早，公积金局会跟业界合作推出新的生命周期投资产品计划。这个生命周期的投资产品呢，就是根据你的人生阶段来做资产配置。是的，可是在那之前，其实说如果你想要去投资的话，你一定要先确认说自己的 CPF 户口，你是不是有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去投资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拿这笔钱去还房贷嘛。那到底 CPF 适不适合拿来投资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 CPF 去投资的话，看哪一个账户了。如果是 OA 的账户，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应该是拿一部分去做投资的，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自己的风险认知有了解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自己对这个理财对投资的一些风险认识是有一定认识的。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考虑投资，什么样的人应该把那个钱就放在 CPF 就好了。我觉得像你们两位这么年轻，完全可以敢敢的去用 CPF OA 的账户去投资，因为我觉得在投资方面超过 2.5% 的收益其实是不难的。在你的认知当中，你处理的客户的个案，你是觉得是可以得到高于2.5%的这个报酬率？是的，我们的客户当中，在近几年以来的客户当中，在 CPF 投资回报基本上都超过 2.5%。但我觉得用 OA 来投资的话，当然大家要考虑的点就是你会不会用你的 OA 的钱去还你的房贷。对了，这个是要考虑的问题。我觉得投资呢要满足几个前提。第一，你要够年轻。如果超过50岁的人，要投资一定要谨慎，只能投资一些低风险。我觉得20岁到50岁的人完全可以去做投资的，因为不是你的投资的收益是更确定，而是你的时间足够长。那你有15到40年的时间去做这个投资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你可以完全跨越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的周期。所以如果你放长线去看，当中会有很多波动，对，起起伏伏是。但是呢，经过了几十年，它就会比较平滑化嘛，是这样子。我的这样的概念正确吗？是的，但条件是你中途不能退场。所以的第二个要素就是除了年轻之外，你至少对自己风险评估有一个真实的评估。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，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？教科书应该可以讲说 hold 着吧。对，是的，就不要因为焦虑而去乱卖你的股票，卖在最低点这样子。是的，但是通常人们如果没有这个先期的这个预期和教育的话，通常在市场大跌来临的时候，他就会忍不住会卖掉的，因为他市场下跌的时候，各种负面消息都蜂拥而来。然后你现在的那个我们 AI 驱定的那些视频，我们越看负面的东西，越多的负面的东西来，最后吓到你就没有一个理性的，不能做一个理性判断了。这时候你就急忙想要逃掉，那你就会造成实在的亏损。那它背后的逻辑就是你相信市场是这样子向上的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也要看你投资的是什么产品啊，是不是？第三个问题就是投资管理的问题。那你在投资当中，你必须要有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概念。我怎么样分配这些钱到各个市场？我怎么样分散这些投资？我们不能把一个投资完全放在一个相同的一个投资标的，那样的话风险就会造成集中风险。那这个风险会带来一些很不确定性。那我觉得是你在做投资之前，首先你的年龄要占优势，时间站在你这边。第二点，你要有足够的风险评估的意识而且这是真实的评估，大家一定要真实的回答一些风险评估的问卷，才能评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水平。
钱投进去就是当做一个长期的投资嘛。但所谓的那个长期有没有个时间限定，就是说，比如过了多久，我们需要回去再去评估一下，或者是重新规划这些投资项目。市场周期来看，一般的规律就是3到5年，所以保守来讲，你至少要持有这个资产5年以上。比如我去投资，我用 OA 的账户去投资，你至少心里要知道，我这5年是不要动的，我不能说2年后要买房用到这笔钱，那样的话你最好还是放在里面不要动。如果5年之内你确定不用这笔钱，你才去做投资。是不是要常常去 review 自己的这些投资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新加坡投资造成亏损的情况是没有好好的做 review。比如理财顾问1年至少要帮你 review 一次，我们1年前做的这些资产配置，那接下来一段时间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保持不动？是不是要我们适当的去变化一下？是不是我们适当要调整一下？我看到过一些客户的一些保单的投资，10年前到现在还是没有回本。我打开进去一看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他投资在一个单一市场，而这个单一市场过去10年表现都不太好，他又恰恰买到高点，到现在是没有可是这过程当中没有人帮他调仓，没有帮他做 review， 他自己也不懂得怎么做，所以这个造成大部分人的亏损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要找一个比较靠谱的理财顾问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无论是用 CPF 投资，还是你用 CPF 以外的钱去投资，都应该有这些基本的概念。就我想问的是投资组合这一方面，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CPF 相对低风险，我就放在那，OA 2.5%，SA 4%，它就等于像是债券，在我的投资组合里像是债券的这样一种表现。然后我就用我的月薪去投资啊，去买美股，去买新加坡的股票。然后 CPF 我就不要动它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，应不应该用 CPF 的钱去投资？如果我这样子想法，你觉得？我觉得我们在做投资之前，我们首先在脑海里一定要有一个框架，要有一个结构。我们用 CPF 投资，其实并不是要让它创造多大的收益，而是我们放在 CPF 的钱是一个稳固无风险的一个资产。全世界没有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放。拿这么高的利息，同时又是无风险，这个理财结构一定要满足2点。第一点就是它一定要够分散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，投一了单一的市场，或者投资了一个单一的品类，或者单一的投资标的，那你这个不能把你所有的钱押宝在一个单一的投资的方向。第二点呢，这个结构当中一定要有一些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收益的产品。无风险的收益的产品去哪里找？公积金，我们公积金户头里有4%的收益啊 ，SA 账户有4%的收益，而且新币的币值又这么强，它的利息又这么强，那你去哪里去找这样的好的东西？你觉得如果是想要投资普通户头2.5%是可以考虑去投资的？那我就想说，对啊，我就是把 CPF 当作是那个安全的投资组合啊，我就可以用我的薪水去挺这个风险了。因为我的思维是这样啦，如果比较保守的话，我觉得你去拿 CPF 投资，你不只要打败2.5%，你必须打败4%，甚至更高。因为如果你4.2%就没意思了嘛，我又冒风险，我又做那么多事。但如果我至少如果可以拿到6%的话，我才会去投资。因为如果我连4%都达不到，我不如把 OA 的钱就乖乖转去 SA，放着。我转去 SA，当然前提是我 OA 有足够的钱还我的房贷。但是如果我这笔钱我决定了是长期投资了，接下来20年我不会动它，如果我无法打败4%，我不如转去 SA， 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我这样的思维正确吗？这样的观念正确吗？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，因为很多人呢对风险没有认识的话，他还不如放在 SA。 如果我们确保这笔钱我们将来不用，我只是退休的时候用，我们完全放在 SA， 其实利息已经很好了，每年4%无风险，而且新币的币值又很稳定，这样做是没有错的。我觉得适合大部分的人，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用 SA 的账户去投资。我觉得大家不要用 SA 的账户去投资任何产品，除非是你对这个市场完全有了解，比如像2022年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通胀起来了，所有债券大幅的下跌的时候，这时候可能有个入场的机会，用 SA 的钱去投。但是如果你对这个不了解的话，你真的不要碰，因为这是你安身立命、保命的钱，不能动的。所以考虑好你的房贷，还有确保你的 CPF 的户头够钱，才可以考虑去投资，对吧？是。
CPF 是个很大的课题，可以分很多集来讨论。所以，如果你有任何对于 CPF 想要问的问题的话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是的，对本期节目有任何看法，或是你对其他的财经课题也感兴趣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俊伟，你从你的一个专业的理财角度来看，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像我，就是20多岁到30岁的这个群体，就是可能说，我们现在是想要存 CPF 嘛，但是可能又梦想说，可能多10年要买房，那么买房就要用 OA， 那你会建议说怎么去分配 OA 的这个户头现有的资金？比方说，可能一部分去投资，另外一部分就存去留给房贷这样子。就算不投资，你 OA 转去 SA 也是转不回来的，所以很多东西要考量。是的，我想请问2位，你们有没有填补你们的公积金户口，填补你们的 SA 户口？有填补过，但是后来我觉得流动性也很重要是就钱在手上也很重要。是，所以你这个钱你的分配来讲，你是想法是为了退休做打算，还是为了买房做打算？这是2件事，两个都要，对，小朋友才做选择，因为我们都是人生很重大的决定啊，人生最重要2件事，退休跟买房啊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我觉得退休是你想实现资产的这个增值，这个没有错。我也是把房产归类为中低风险的这个产品，而且呢，房子最大的好处，你可以利用这个新加坡的低成本的这个贷款利息去贷款买房，这样用它的杠杆啊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同时，你也要为未来退休的流动性来考虑，因为我们到退休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靠资产而活的，我们是要靠现金流而活。现金流是什么？现金流是这笔钱，无论市场发生什么情况，无论今天政局有什么变化，无论这打仗那打仗，金融危机，它都会定时给你一笔钱，这笔钱是你用来生活的。你不能靠房子生活。然后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最近几年是非常好，但是房地产低迷的时候我也经历过，那时候房子是租不出去的，很难找租客的。如果你把这个全部的这个退休的规划完全靠的房租收入的话，可能那个时候某个阶段会让你失望的。所以我觉得2个都要做，像你说的，你无非就是分配少一点。我觉得你可以 top up 你的公积金。假如你今年30岁的话，你每月 top up 330块，一年4000块左右，每年4%的利息，不知不觉你不用 top up 太长时间，因为到一定阶段你也不能 top up 啊。假如你300块，你300多点，一年4000块，放10年，那总共这10年你不知不觉中放了4万块钱。可是到你65岁的时候，你猜这笔钱会达到多少？数学不好，我们现在 ChatGPT 很容易算，大概是13万。所以你这13万是不知不觉中，每个月你放了330块，可能你少吃2顿饭，少和朋友喝一次酒，这个钱就存下来了。这笔零存整取的钱，为你的退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去 top up。为什么不要 top up？ 公积金制度那么好，而且无风险的4%的利息，你没有地方可以找得到。所以如果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你的房贷也有一笔钱放在你的 OA 里了，你决定要投资了，要拿 CPF 的钱去投资，我们可以投资哪些产品？不应该投资哪些产品？我觉得我们看自己的情况了。如果你对风险完全有认知的话，首先你在投资之前，你要做好一些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教育啊，自己去上一些课程，要看官方的，像理财万事通这样的节目，因为这样的节目是有权威性的，它肯定是正确的一些信息对大家教导。因为现在的自媒体很多，各样各样的消息也很多，所以有一些呢，自媒体的消息是比较负面的，有一些呢它是比较片面的，它并不是从一个全局观来看这个理财规划，所以有的时候人们会被误导。所以首先第一步，你要教育好自己，你要参加一些政府的教育课程啊，或者自己上一些课程，把这个理财观、正确理财观建立好，你才去迈出下一步，再去投资。投资的时候也不要一下子把OA 的钱超过2万以上的钱全部拿来投资，不用，一点一点试。你可以先投资个2万块，先投资个5万块。当你确定这个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，再做一些深入投资。等你信心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对这个理财结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再去把更多的钱放入进去，一点一点做。我觉得这样是比较
有序的一个做法。其实我不太清楚了，现在公积金可以投资的产品是有限的嘛？但是有哪些呢？公积金投资产品可以投资股票，可以投资 ETF， 但是都需要在新加坡 SGX 上市的一些股票。更多的人去拿它投 Unit Trust 就是单位信托，就是基金在美国叫共同基金，这些公募基金这些基金呢，其实可以分配到各个市场。所以在新加坡投资最大的好处是你不是在一个新加坡的单一市场，你可以放眼全球去投资。而且新加坡的CPF 投资呢，政府已经给你筛选好了一些基金，并不是所有市场上基金都适合用公积金来投资，基本上它去筛选的出来的基金投资面比较广的一些投资，比如你可以投资整个美国市场，或者你可以投资新加坡市场，你可以投资整体的中国市场，这可以投。但是你投资到某一个领域比如你投资美国的科技股的领域，这个公积金就不能让你投了，因为公积金局认为这个就太过集中呢风险就高，所以我们在公积金选择的基金是有限的。但是这些公积金你如果搭配好、配置好，其实超过2.5是不难的了。如果说一个普通的打工族他想要去增值他的 CPF 的存款的话，最应该要做的哪3件事是什么？我觉得是要做好开源节流。开源呢，开哪个源呢？就是首先你要努力的在你的专业、你擅长的领域去提升自己，把工作做好，把你的专业领域尽量提升到前20%甚至到10%，你的收入自然就提高了。你的收入提高，自然流到你的公积金的钱就多了。第二呢，我觉得你可以开源的办法就是为你公积金的账户开源，你可以填补你的公积金账户，这样为公积金多做一些储蓄。那节流方面呢，你可以尽量少用公积金的 OA 账户去消费。你比如每月的还贷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用现金还贷，或者呢尽量用一部分的公积金还贷，而不是全部。这样它就能节省下来资金，为你的退休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另外呢，你在自己的人生消费观也要改变一下，可能如果有一些非必要的消费，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，你要为退休做好规划。感谢俊伟今天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用 CPF 的钱去投资的话，应该考虑的事项有哪些。是的，没错，因为 CPF 可能就是其中一笔让你可以安心退休的一笔钱嘛，所以说与其问他能不能帮你赚更多，你首先的是要想到说，你准备好了你的退休金了吗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，新盟理财的理财顾问总监俊伟，谢谢你。谢谢你们，也感激你们有这个理财万事通的频道，为大家提供一个有权威性的正确的一个理财知识。理财万事通内容仅供参考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投资有风险，请咨询专业顾问。节目可以在 YouTube、Spotify、Apple 和早报找到，欢迎点赞分享我们的内容，并开启通知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更新。本期节目主持詹敬和、肖子慧，编导王文义。今天的播客在新报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。理财万事通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，欢迎你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